小菜园的菜长得真好啊！呀，婶儿，啊，小飞啊，种菜呢？是啊，你看我的豆角多好。是啊，这豆角长得真不错。还有黄瓜，你想吃自己摘啊。行行行，我不吃。小飞，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这呀，昨天刚回来，带着老公带着孩子回来看看我爸妈。你说这出去在外边多长时间不回来一次，他们呀都想得不行了。小飞，你看你多懂事儿啊，这还知道回来看看你的爸妈。那是，这我婆婆和我公公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能不回来看他们呢？婶儿，你儿子不是也结婚了吗？回来了没有啊？我儿子经常回来看我的。你儿子经常回来，那你儿媳妇就没回来过？这再忙也要回来看看你啊！你说你都这一大把年纪了，在家里，他们也不担心啊？这我儿媳妇儿，我听我儿子说了，他那单位啊非常的忙，也没假期，所以他就没回来过。行了，婶儿，你还真相信啊？那是你儿子故意骗你的。这哪一个工作单位他没有假期啊？忙着一年到头也不可能忙到头吧？终归会有闲下来的时候呀。那只能说明啊，他不愿意回来看你。也许他没事了就会回来了。小飞，你看你先忙吧啊，我还在弄我的菜呢。啊，行行行，你说这真是这儿大不由娘啊！这结了婚都把娘都给忘了。我走了，婶儿。啊，你慢走啊。这人家儿媳妇儿都能带着儿子孙子回来看看，看看人家爸妈，可我这儿子儿媳妇儿呢，自从结了婚以后，一次也没回来过。难道他们真的把他这个娘给忘了吗？不行，得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让他们回来。喂，儿子。哎妈，有事啊？这妈想你们了，你们能不能回来看看妈呀？啊妈，想我们了。那这样吧，那这星期我请假，我回家一趟。行行行，你回来别忘了连儿媳妇一起带回来啊！我也想她了。啊？谁要这大美啊？是啊，你看，自从你们结婚，我还不知道我儿媳妇长什么样呢。那我跟她商量商量吧，妈。好好好，你一定让她回来啊！咱们家这菜长得可好了，给你们带点，我再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行妈，那我回家跟她说说。好好好，你好好说啊。嗯。行，那妈挂了。太好了，这个星期啊，我儿子带着我儿媳妇就回来看我了。哎呀，我呀要准备准备，做点好吃的给我儿子，给我儿媳妇。小文，这么多年，这地方真是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熟悉。我不让你回来，你非得回来，你回来干嘛呀？你看看这什么路啊！哎呀，大美，农村都是这样。这我妈不是想咱们了吗？千叮嘱万嘱咐，让我带你回来一趟。有什么可想的呀？这大热天的，非得跑回来，跑回来也就算了，这路还那么难走。大美，这算好走的了，那比隔壁村的路比这更烂呢，你就知足吧啊！行了，赶紧走吧，这我妈给等急了。走。哎，妈！哎呀，儿子，你就在菜地忙活呢？是啊是啊，你回来了啊，妈，真是太好了。妈，这次我把你儿媳妇带回来了，她就是大美。大美啊，这妈呀，终于见到你了，长得可真漂亮，我儿子有福气呀。儿子，你看这妈种的小菜园好不好啊？这黄瓜、豆角长得都可好了，都是啊妈用大粪浇出来的，你看长得多绿呀。什么？大粪浇出来的？我说呢，怎么一走近一股臭味儿？那能吃吗？大美，我种这菜呀，无公害，也不打农药，也不上化肥，上的全部都是有机肥。你看这菜长得多壮实啊！到时候你们走的时候啊，这妈呀给你们多带点，你也给你妈带点。不用了，
这种菜怎么吃啊？这大肥浇的能吃吗？我们有钱，我自己会买。大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行妈，到时候你给我们带点啊，我爱吃。行行，你爱吃就行。行妈，你现在别干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哎，行行行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行，走，走走走。走，大美，回家。来来来，到家了，大美，走，回家。这就是你的家？啊，对啊。那么破啊，这能住人吗？大美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不住人呢？这我妈一直住这好好的呀。可算了吧，这都不像人住的房子，这房子跟废弃了很久似的。再说了，这么热的天，这地方能有空调吗？这怎么住啊？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大美在这说会儿。好好好，那我回去给你们做饭了啊。行行行，坐这儿。这能？这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说的那什么话呀？你这我妈听见我妈多伤心呀！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这地方本来就是又脏又破的呀。什么又脏又破呀？我在这儿生活了20多年呢，在没认你之前，我全在这儿住呢。怎么着？你嫌弃我呀？嫌弃我住的地方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李大美，这次回来啊，咱们呀在这儿住几天，陪陪我妈。还要在这住几天？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这地方我能住得习惯吗？再说了，你看这农村，这到处多脏啊！在跟城里根本没法比，在城里面住着还有空调呢，多舒适啊！李大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算这里再不舒服，你也要在这住几天。你说说，咱们结婚几年了？2、3年了吧？你这回过我一次吗？你包括咱们结婚的婚姻啊，都在城里待的。这我们老家的亲戚啊，你都没让去。你说啊，给你丢人，这就算了。现在结婚3年了，你说你来老家都回来一趟，你都不回，你还这个儿媳妇你怎么做的呀？这我妈多想你吗？你知道我妈结婚3年了都没见你，她什么滋味吗？想我干嘛呀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再说你这次回来不就是看你妈吗？现在也看了，咱就可以回去了，干嘛非得在这吃饭，在这住啊？要我说，咱们现在就回去，回城里。回去什么呀？回去？李大美，你知道咱妈为什么非得让你回来吗？这邻居王婶告诉过我，这别人村里的人啊都是我妈，这别人的儿媳妇呢都回来看看她，看看自己的婆婆啊，都看看自己老公曾经生长的地方。而你倒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一次都没回来。别人背地里议论我妈，你是不知道说的有多有难听。这我妈回来了，就是想让村里人看看，她也有儿媳妇儿，儿媳妇儿也回来看看她。有那个必要吗？再说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看也看了，还不走啊？我不行，我待不了这儿，我待在这儿我难受。你有什么待不了的呀？那别人都可以，为什么你不行呢？这我们村儿少说也有1000多人呢，他们啊经常就住这儿，他们就能受得了，你不能啊？难道他们是人，你不是人啊？我不管，别人是别人，反正我受不了。你受不了也得受，反正啊这次不能让我妈失望。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我现在就问你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你要不走，咱们2个就离婚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就为因这点事儿，你就要和我离婚？大美，让你在这住几天能要你的命啊？你就为了我，为了我妈，在这委屈2天不行吗？不行，这那么热，怎么住人啊？儿子，饭我都做好了，咱去吃饭吧。妈，行，等一会儿再吃啊。大美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住这儿，要离婚是吧？行，那咱们离好了。你个混小子，说什么话呢？什么离婚呀？儿子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是个男人，你为什么说离婚就离婚呀？啊，这离婚是闹着玩的呀？妈，这不是他吗？我让他在这儿住几天陪陪你，他不愿意。我说非让他住啊，他说不行，要和我离婚呢。儿子呀，他说跟你离婚就离婚呀？啊，你说说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这大美从小是在城里长大的，她过不惯这农村的生活，看不惯也是有情可原呀。她不想在这儿住，就不让她住吧，你们就赶紧回去就好了嘛。啊，干嘛要吵架呀？这妈呀，
也看过了，这妈没事儿，妈也放心了。妈，可是你看他这个儿媳妇做的也太不称职了吧？这3年了，他一次都不回来看你，这次回来还是我求着来的。你说我就让他在这住几天，陪陪你过分吗？结果呢，他呢，各种嫌弃咱们家，嫌弃这个地方。像这种儿媳妇儿啊，妈，我觉得我们2个不合适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儿子呀，本身你们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，你看看这事弄的，他不懂，你不能跟他解释呀。这用大粪浇灌出来的菜呀，那是无公害的，就连你们城里吃的菜也是用大粪浇出来的呀。你要上那个化肥，对身体最不好了。大美啊，这些你都不懂，妈不怪你。儿子呀，这大美是城市里生活惯的人，这农村的生活她适应不了，她一时也接受不了啊。这妈不会怪她的啊。妈，你怎么事事都为她说话呀？因为她是你媳妇儿啊，她就是陪你度过一生的人呀。儿子啊，你要珍惜。大美啊，是妈不好，我不应该逼着我儿子带着你回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你不适应这农村的生活呀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啊！你别给我儿子生气了。大美啊，这农村的生活环境确实太差了。如果你们不想回来，以后啊就不用回来了。妈知道，妈不会怪你们的，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的。你们在城里啊就好好的生活，只要你们过得幸福，我也就开心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不应该嫌弃你，更不应该嫌弃农村。我自从跟小白结了婚之后，也一次没有回来看过你，没有尽到一个儿媳该尽的责任，是我对不起您。妈，我都这样对您了，你还在为我着想，你是一个好婆婆。孩子呀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那咱回去吃饭吧。好，走吧，儿子，走，回家吃饭。